但是我觉得以这种桑巴的反射做出来的效果来讲，其实已经非常厉害了。我觉得甚至可以用神奇来形容这个 Q990B 它在天空声道以及整个那种环绕的包覆感的表现。所以基本上啊 ，Q990B 它就是你可以说是它是一个音响规格的天花板的这样子，就是最高大概就是像 Q990B 这样子。嗨，大家好，欢迎来到麦斯音响的 YouTube Channel。那今天呢，我们要开箱一支非常特别的声霸产品，那也就是我们眼前的这个三星的 Q990B 旗舰声霸。那大家可能会觉得说，我人怎么好像比平常还小？这是因为其实这个三星 Q990B 啊，它的这个主声霸就已经非常大只了，所以你看大家会看到，这次我人比较小一点。那当然，我们这次的影片会比较长，因为我们从这个 Q990B 它的外观到它的详细设定，就是它的设定真的是选项非常多，那我们都会一一的讲解，以及提供大家一个音效设定的参考。所以在我们影片的底下都会有时间轴，大家可以直接挑选就是自己想看的片段。好，那我们接着就来讲一下三星它这个整个旗舰声霸的产品历史。它从2018年的 K950， 然后到2019年的 N950， 2020年的 Q950T， 2021年的 Q950A。 那今年呢，它把这个950的数字变成了990，所以今年2022年它就是 Q990B。 当然这个数字从950到990，我觉得它其实也是代表一个象征的意义，就是说它花了更多的心血那跟技术去改造它的旗舰的声霸。那严格说起来， Q990 它并不是第一台这个拥有这个 11.1.4 声道的声霸，在它的前一代 Q950A 就已经是这样子的规格了。但是今年三星他们在 Q990B 的天空声道上面，我觉得效果是又加强了许多。所以这么讲， Q990B 应该是目前音响史上最强的 11.1.4 这么多声道的旗舰声霸，我觉得是一点不为过的。那加上其实三星他们现在的声霸，你可以看到他们是一年一更的这个更新速度，我觉得三星他们在这个声霸产品上面的企图心啊是非常强烈的。那回到 Q990B 身上，首先我们看到外观，就是 Q990B 你打开它包装，它会有一个 Q990B 的本体，还有2个无线的后环绕，还有一个重低音。那 Q990B 的本体呢，它跟去年的 950A 差别在于说，首先它有像是用了金属网格的机身，去年的话 950A 是使用有点像是网布的材质，所以假如你是有养宠物的朋友，你今年买 990B 你就不用担心这个宠物会抓的问题。那在 Q990B 的正上方，就是在它的上方，你会看到有2颗非常大的这个 2.5 寸的天空声道。那在前方中间有一个中置的声道，负责人声口白。然后接着呢，是在左右两侧会有左右声道。然后接着在机身就是45度角朝外的地方，它一样有配置2颗单体。再来就是说水平方向180度的部分，它同样还有再配2颗单体。然后在它的右声道的旁边会有一个萤幕。那假如说你在播一些 Netflix 是有 Atmos 音效的时候，它就会秀出 Atmos 的字样。后环绕的部分呢，今年的就是它的后环绕。Q990B 的后环绕它是整个重新设计，那外观比起去年方方正正的造型，它今年其实是用了在它的上方会有一种曲线的感觉，然后甚至连它侧边发声的部分也有曲线，所以整体的造型你会觉得它变得更胖了一点，就是有点双曲线的造型，那看起来是还蛮不一样的。那值得一提的是说 Q990B 它的后环绕是特制款式，像一般三星它的通用后环绕 9500S 啊，它基本上就只有音响的上面跟前方会发声。那Q990B 它的后环绕特制的型号叫做 RB99B， 它会多有一面侧环绕发声，所以像你现在就可以看到我手指的这个方向，它就多一面发声。那甚至连在它的假如说没有发声的面，就是对面，它都用上这种金属法丝纹的金属面。然后在 Q990 播放的时候，它这个侧环绕的部分，后环绕的侧边，它会同时发声，去辅助这种包覆感的感觉。
然后我觉得相比去年9500S 的通用款它的这个 RB99B 它一样用上了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跟本体一样大的 2.5 寸的大单体，所以整个声音我觉得听起来是包覆感跟结实感更好了。然后除了后环绕重新设计之外，今年的就 Q990B 的重低音也是重新设计。如果是去年的话，可能就会看到一个布面整个罩住，但今年的话，三星它让 990B 的低音单体整个裸露出来，然后它前方会加一个圆形的，这个算是板子吧。我觉得它构造有点像是那种大家会看到一些音响的重低音，它是朝向地板发声的，它就是有点像那样的构造。那这样的构造，它是不是可以让它的低音感觉会更均匀一点？然后接孔的部分呢 ，Q990B 它有着2组的 HDMI 输入，那一个 HDMI 输出有支援 eARC， 然后还有一组光纤输入。所以如果您的电视是比较旧款的型号，它没有支援 eARC 的功能，您就可以将一些假如说 Apple TV 假如说 Chromecast 把它接到 Q990B 的 HDMI 输入上面。然后接着再用990B 的 HDMI 输出接到电视，那这样就算您的电视比较旧款，一样可以享受这个 Atmos 的就是环绕音效。然后今年三星的声霸它还有特别的功能，就是它可以跟电视，就是2022年的三星电视，但其实我们有测过2021年的就是 65Q85A 也一样可以使用这个功能，就是它可以透过 WiFi， 就是你电视跟 990B 之间可以完全不用接任何的 HDMI 线。他们透过 WiFi 来传送声音，然后第一个就是没有延迟，第二个这个 WiFi 传送的规格也可以传送到最高就是 Dolby Atmos 的规格，也一样可以做播放。那当然，其实我们还是会建议接上 HDMI 线材的就是声音的细节比较好。那第二个就是说，三星他们家还有一个独特的魔幻音场的功能。那这功能就是说，电视的扬声器，当你接上了 Soundbar 之后，电视的喇叭会一起帮忙 Soundbar 一起发声。那这个在今年三星入门的 Q700B 上面，如果你开了这个魔幻音场的功能我觉得整个声音的音色跟天空音效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差了非常多。所以就是建议大家，如果是用三星入门的Soundbar，这个天空音场还是魔幻音场这个功能还是要把它开起来的。那 Q90B 跟三星电视的组合，除了这个魔幻音场之外，他们还有一个特别的功能叫做 Space Feed。Space Feed 呢，它其实就是利用这个三星电视的麦克风以及晶片，它会去做即时的侦测。假如说你 Q90B 在发声，那它电视同时就会侦测 Q990B 的音色，去做一个即时的修饰。简单来说，如果您的居家空间就是吸音很强，然后三星电视侦测到说，就是 990B 现在的音色好像人声有点闷，那这个 Space Feed 功能它就会去补偿这个人声，让你人声听起来一样是有穿透力的。那 Space Feed 除了 Q990B 本体之外，它也可以针对超低音去做这个修饰。应该说这个功能在三星上面它叫做这个 Auto EQ 的功能。那这个功能是可以跟，假如说您用 Sony 的电视，超低音也是可以开启这个 Auto EQ 功能的。好，那接着讲到 Q990B 所支援的音效规格，基本上最大的2家 Dolby Atmos 以及 DTS:X 它都有支援，然后 AirPlay 2。Chromecast， 然后 Spotify 通通都有，然后视讯的部分，它可以通过就是 HDR10 Plus 的影像规格，所以基本上Q990B 它就是你可以说是它是一个音响规格的天花板的这样子，就是最高大概就是像 Q990B 这样子。然后音色的部分呢，就是我们一拆开，同样用我们经典的就是 Netflix 上面的莱恩雷诺所主演的《鬼影特工》。那光是我都还没有做任何的调整那整个的包覆感就是非常的强烈，然后在它其实人声的表现也是很清晰。那当然重低音，其实我觉得在旗舰声霸里面 990B 它重低音量感相对来讲是没有那么出众，但是在 Q990B 它的主声霸跟它的后环绕配合起来，我觉得其实整体的气势能量感还是非常有效果的。然后在那个莱恩雷诺他那个《鬼影特工》一开始有一个甩尾慢动作的片段，在那个片段的时候，你会真的感觉到那个后环绕还有整个天空声道的感觉是非常强烈的，甚至是前所未有那种感觉。那因为没有调整过的 Q990B 声音表现，就让我们觉得非常惊讶。所以接着我们就为了测试说这款Soundbar它到底有多厉害，我们就拿了杜比的测试片来看。就是杜比测试片，它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就是叫 Amaze，
它会有一个鸟飞一圈以及下雨的音效。那在这个前面的段落，就是它鸟飞一圈，我们在听的时候，就听起来那个它鸟飞一圈那个衔接感，就从前方飞到后方的时候，它是非常绵密的，就是你真的会觉得鸟是这样子在飞一圈的，就是非常可怕的那种真实的感觉。然后在后面下雨片段的时候，虽然Q90B 它的那种天空声道的感觉不会像说你真实的那种壁挂喇叭或真实的那种砍入式的喇叭，它会非常明确的雨滴的那种感觉。但是我觉得以这种桑巴的反射做出来的效果来讲，其实已经非常厉害了。我觉得甚至可以用神奇来形容这个 Q990B 它在天空声道以及整个那种环绕的包覆感的表现。那再来就是我们又拿了一部就是抢救雷恩大兵来测试。那一开始这个抢滩的片段，就是德军的这个防空炮就直接对着海岸狂轰。那虽然 Q90B 的它的这个低音啊只有 6.5 寸，就是以音响来讲 6.5 寸低音重低音可能不算大，但是实际上我觉得它的那种低沉的感觉是有的，然后调整之后它亮感也有出来。那配合整个桑巴 990B 本体，然后还有后环绕它的音量，我们就是在我们的1楼店面，然后音量只有开到20几，但那音量的大声已经大到说我们彼此假如说我们要沟通，我们讲话都要用喊的，就是真的你就好像你是美军，然后你在登陆海滩一样，这样子就是非常的真实，所以大家完全不用担心 Q90B 它的能量音量在你家里面会不够用。那音乐方面，就是也许是因为 Q990B 今年它加强了，我觉得它单体的大小变大之后，它整个音色啊，以前听可能觉得它音乐有时候会觉得薄薄的，但是今年的话，你就会觉得它声音厚实了许多，然后整个那种后环绕这个氛围感表现起来，我觉得它的感觉给我会像是加强版的，之前我们有讲到那个 JBL Bar 9.1 嘛，我觉得它会是加强版的 Bar 9.1。那讲完了这个音色的感受，我们接着来讲三星今年它的这个 Q990B 的 APP 操作。Q990B 今年一样可以通过三星的这个 SmartSync App 去做操作，然后它可以调整的音色的参数真的是非常非常多。那首先我们进入到 APP 里面，会看到正上方就是你可以切换讯号来源，中间可以调整音量。那在 APP 的右上角你会看到3个蓝点，点进去之后你可以做每个声道的音量调整。那除此之外还有一点很有趣，就是有些人他可能他的后环他想买 Q990B， 可他就觉得说他后环绕就没办法放在后面啊，那是不是就很浪费？所以 Q990B 它有一个特别的模式，叫做后环绕，它可以设定成前置模式，你就可以把这2个后环绕放到 990B 旁边，那他们可以增加这个音效的宽广度。所以这个设定就是给假设你真的无法放后环绕，又想买 Q990B 的朋友，就可以用这个设定。那接着回到主画面底下是声音的模式的调整。那今年的话，声音就是一样是4种，就是标准、环绕、游戏、自适应模式。那在前一代 Q90A 的电子说明书上，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这4个模式，它各自所谓最大能支援这个喇叭的数量。我们会看到，在标准模式下，就算你输入了 Atmos 的音档，它最多也只能支援这个 7.1.4 的声音配置发声。那对比其他模式啊，就是都是 11.1.4 的全部完整发挥。标准模式我在听的时候，我还真的觉得它的整个这种包覆感跟那种环绕感，还真的是差了一点。所以建议说，如果你是喜欢看电影的朋友，就是直接选后面的3个模式。那当然，游戏、环绕跟自适应模式这3个模式做比较的时候，我觉得游戏跟环绕模式啊，它的音色重心会比较在前端的这个 Q990B 本体上面。那自适应模式的话，就是我觉得它的整个包覆感跟氛围感是最好的，所以我会建议说，如果你是爱看电影的朋友，就是不用考虑，就直接选自适应模式。那当然，如果您是聆听音乐，那标准模式给出来的那种立体声的感觉，就是会是最标准。那当然就是看大家的取舍设定这样子。好，那再回到主画面，就是再往下看，你会看到有一个均衡器，这就是所谓的 EQ。那如果您是使用标准模式，它可以进入到一个进阶的 Advanced 的模式，它可以去做所谓的高达7段的 EQ 调整。那如果您是使用这种叫做自适应模式、环绕模式，那它就只能做所谓2段 EQ 的调整。
那怎么调整？我们会在后面的音色调整教学分享给大家调整的方法。那接着回到主画面的选项往下看，就是低音扬声器，这就是调整这个 Q990B 它的无线重低音的音量。那 Auto EQ 这个功能就是 Q990B 的麦克风，它会去做侦测这个重低音的音色，就在您这空间的表现，它会去做一个修饰。那特别要一提的是说，这个重低音的校正流程它其实需要2-3分钟的。所以当第一次使用的时候，大家可能觉得说，奇怪，就是我点这个 Auto EQ 的校正，怎么好像音响都没反应，是不是宕机了？就是加上校正的时候，它的重低音的音量啊，其实也不是很大声，也没有什么变化，所以就是大家需要一点耐心把它等完，然后等2-3分钟之后，它的 APP 就会显示完成 complete 这样子。那接着呢，在 Auto EQ 这个底下，就会看到我们刚刚讲的 Space Fit 这个功能。那这个功能呢，首先如果你要使用这个功能，你要进到三星电视里面，然后打开设定选项，然后在智慧模式里面，它会有一个选项叫做 Adaptive Sound Plus。然后你在电视打开了这个选项之后，你再进入到三星的 990B 的这个 APP 里面，然后再把 Space Fit 打开。那这个时候呢，就这个功能就会开始就是校正你整个soundbar的声音了。那当然，因为我们这次测试的空间我在1楼是一个开放空间，所以其实我开了这个 Space Fit 之后，我觉得其实音色的差异是没有到很大。但我觉得如果您是在室内空间，就是也许打开这个功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那接下来呢，再往下，它会看到有一个选项叫做 Active Voice Amplifier。那这个功能其实它是有点像是降噪的功能，就是说，当三星侦测到，假如说你在播放音响，然后它侦测到有一个噪音持续3秒以上，那它就有点像降噪耳机的概念，它就会让你的人声啊，让你的整个音响的声音变得更清晰这样子。然后最后就是会看到有一个进阶的叫做 Advanced Sound Settings。那这个进去之后呢，会看到2个就是调整的选项，一个就是人声的加强，那另外一个就是低音的加强。那最底下的 Night Mode 就是夜间模式，它会让就是整个声音的动态及音量降低，就是你在晚上使用的时候也不怕会吵到邻居。好，那讲完了整个 Q990B 的 APP 页面，已经有很多的消费者或者是想要购入这款音响的朋友会觉得很焦急说，那到底我要怎么样去很快速的去把它调整出一个我喜欢的音色呢？那依照惯例，我们就直接分享一组音效设定给大家做参考。那设定的流程呢，也会提供给大家。那这组音效设定，我觉得其实不管您是单独使用 Q990B 啊，或是您搭配三星电视的魔幻音墙使用，它都是适合，都是通用的。那在调整的第一步啊，我会去设定就是整个模式在氛围感比较好的自适应模式，然后呢，进入到低音扬声器，先去把这个无线重低音的音量把它搞定。那这边测试的时候，我会用一些比较就是低音节奏比较强的流行音乐，就您熟悉的低音的音乐去做测试。那其实 Q990B 它的预设低音的音量就是不算强，所以这边其实我会建议大家开到4或5，就是说整个重低音的感觉会觉得比较强烈。那再来呢，我们调整完重低音的音量之后，我们去调整这个均衡器。这个时候我会用女声搭配一些吉他伴奏，就是比较简单配器的这种音乐类型去做调整。那我们进到均衡器的页面，我们会看到高音与低音这2个选项。那这边高音我觉得它这次的高音设定会影响一些像齿音的这种感觉。齿音是什么意思？假如你在发一些滋、呲、嘶，就那个强烈的呲呲呲呲呲呲那种刺激感会很强烈。那所以这边其实990B 预设的人声，我是觉得它有点太过锐利的，所以我在设定的时候，其实我会把高音这个选项降低，就我甚至会把它降到-3、-4左右。我觉得这样听起来是比较长时间听起来是比较舒服的。然后这边低音的选项的话，就是你会觉得如果有吉他在伴奏，这个吉他拨奏的这个结实感会有变化，就是低音开越强，那个吉他拨弦感觉就越有力道。那我个人就喜欢比较有那种动感、比较有力道的吉他伴奏，所以这边低音我会加到4。好，那这边调整完了均衡器之后，我会再用音乐去调整这个
就是各个声道之间的音量。就是我这个时候用音乐，我只会调整就是中置声道、左右声道，那还有后环绕的音量。那我们使用一样的音乐，那我会先第一个我会调整后环绕的音量，就是我希望让前后，就是你在播音乐的时候，你不是感觉音乐重心就是只有在前方的 Q90B 本体有声音，我希望它是整个氛围、整个空间都有声音的。所以呢，我会先调整这个后环绕音量，但是后环绕的天空声道跟它的这个侧边的叫做后侧环绕，这边我都不会先去动它，因为我后面会用电影专用测试片段去调整。那后环绕的音量呢，我会希望大声一点，这样听音乐的时候，就是刚刚讲的音量会比较平均嘛。所以我 rear 的部分音量会加到5，然后接着我会回去调整中置人声 center 与左右声道 side。那中置人声呢，就是它很简单，你把它调大，你就觉得人声感觉就是比较靠近一点，基本上1或2我都觉得 OK。然后有时候加太多，你反而会觉得人声太近，很压迫。然后左右声道其实它会影响伴奏乐器的音量。那其实我这个人比较喜欢听到伴奏乐器的细节，所以我的话我会开到4。那到这个环节，其实基本上音乐的部分调整就会差不多。通常这个时候我会再回去到前一步均衡器的部分，去动一下高音的参数，那让它变化一下，就是试试看说，对我来讲，就是这时候在动高音的那个均衡器有没有办法产生出更好的音色。那但我试过之后，其实我还是就是保持都一样的设定。那没有问题，就是进入到第二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其实我们主要调整就是调整所谓天空声道的部分，包含本体的天空声道啊，后环绕的天空声道，还有后环绕的这个侧边。所以这个时候我就会拿杜比的刚刚我们用的这个 Amaze 测试片去做测试。那它前面有鸟类飞行一圈的特效，这个特殊的音效。我在做这个测试的时候，我希望鸟飞行一圈的时候，你会感觉它飞行的这种力道，在你360度一圈的这个角度的时候，都是几乎是一样，就不会说鸟飞一飞，怎么突然飞到我左后方，好像鸟就掉到地板上，然后接着再到我右后方才出现这样。所以我希望它环绕的时候音量是一致的。那这边主要就是要调整前方的侧环绕，它就叫 wide 与后侧环绕，叫 rear side。测试的时候，我会先把 rear side 开到最大，然后再开到最小，去感受一下这种就是设定大小极限的时候，它的影响那种感觉是怎么样。那最后我是把 rear side 开到6，然后 wide 这部分是开到5。然后鸟类飞行完之后，接下来就是下雨的音效。这个段落我们就会来调整所谓天空声道，就是 front top 跟 rear top， 就是前方的天空声道跟后方的天空声道。那这边的主要调整重点，我会希望说下雨的时候，你会感觉这个下雨，它的感觉是在你的头顶的前方一点的上面。那并不是说让它都落在就是很前面，或是让它都在很后面这样子。所以我这边 rear top 我会加到4，那 front top 我觉得加到4或5都可以。然后这边调整完环绕与天空声道的表现，我觉得就会实际就是看电影的片段来测试一下。那如果电影的表现 OK， 那我们就再回去用音乐再听一次。那让整个设定它在电影跟音乐的两端都是一个比较平衡的状态。接着设定完成之后，我会回到 APP 的桌面，然后我们刚刚不是讲说重低音有个 Auto EQ 的调整吗？这个时候我会做一次 Auto EQ 的调整。那在做完这个调整之后，我觉得它可以让 Q90B 整体的这个低音的线条感，就是低音你觉得更清晰啊，力道感又变得更好一些。然后基本上整个流程走到这边就大功告成了。那当然，如果您在看电影的时候啊，如果觉得说人声还有一点就是不够明显，那这时候您可以进到刚刚我们的那个进阶设定，就是把这个人声加强，它叫做 Voice Enhancement 打开。就这个功能打开之后，你的电影的人声口白就变得更明显。但是我是觉得说，这个功能打开之后，人声是变明显没有错，但是我觉得人声的这个它其实变比较薄，又变比较锐利。所以我觉得其实你就是看你当下看的这部电影啊，它的人声你觉得它的穿透力够不够，再决定要不要去打开这个功能。那同时低音加强选项就是在这个进阶设定里面，如果其实您刚刚调整都已经差不多，我就建议说就低音调整就不用再去动它了这样子。那
如果您是搭配三星电视的使用者啊，可以在电视里面就是选择电视与这个 Q90B 同时发生的魔幻音场模式。那Q90B 它搭配三星魔幻音场之后，像我们是用 Q80B 今年三星2022年的款式做测试，我觉得开启魔幻音场之后，其实人声的厚实度是真的有加强。就是你在开启这个魔幻音场之后，其实你也不用再去 APP 设定说什么人声加强功能，就它人声就是很有穿透力，然后很有厚度，更有厚度。但同时我觉得开了这个，也许是因为电视的喇叭也会帮忙天空声道，所以你在开了这个魔幻音场之后，你整个天空声道的重心是会往前的，所以也许你在开了这个魔幻音场之后，你的这个后环绕的 rear top 可以加强一点，或者你在 front top 的音量上面可以再减少一点，这样子。好，那当然因应不同的空间呢，它适合的参数可能不一样。那我觉得就使用者可以参考我们这个整个调整的流程，那去调整出你觉得最适合你的一个音色。那最后来到了总结时间，就是三星的这款 Q990B 声霸，它可以说我觉得它在5万多元的价位做到了史上最好的这种环绕的包覆感，然后坦白讲，就算遇上再高阶的6、7万的商霸，我也觉得是少有对手。那而且在测试 Q990B 的时候，其实我们不同于以往的就是测试，就是我在看 Q990B 的时候，我很多时候是拿它跟那种就是传统的音响去做比较的，所以这样就可以知道说，就是它的声音表现有多么令人惊艳这样子。那整体来讲，我觉得Q990B 啊，它在这个中阶的预算上面做到了非常强的这种全景声环绕的效果，然后它应该可以说是重新塑造了这种旗舰级声霸的这个的效果的标杆，就是对爱看电影的朋友来讲，就真的是一个很大的福音，就有这样一个产品。那当然，我测试的时候有发现一些小问题，就是假如说我用外接播放器的时候，就是我发现，这个时候我就没办法开启就是魔幻音场的功能了。当然，这可能就要等三星的这个韧体更新去做这个改善。当然，我觉得这是不影响 Q990B 它整体的这种声音啊与 CP 值的表现。那近期其实台湾三星的官方活动，就是你现在买这个 Q990B， 它有送一款就是三星的 Galaxy A8 的这个 4G 的平板，所以这个好像市价1万出头吧。但是就是以这样的 Q990B 本来就非常有竞争力的价格，再配上台湾三星的这个赠品活动，我只能说这样买起来真的是 CP 值非常的高。然后台湾三星真的是非常的有诚意。然后建议，如果您是今年度想要买一组好音响的朋友，那预算在3万块以上，那不管你是不是使用三星的电视，我觉得你就是直接买这一款 Q990B， 就是三星的旗舰 Q990B， 完全不用考虑。那就算你有空间摆后环绕，没空间摆后环绕，就只要预算 OK， 就是买 Q990B。那我们麦斯音响现在其实也有实体展示这款 Q990B 的商霸，然后同时我们还要展示 Sony 的 A7000、Boss 的 Boss 900，甚至我们连 Sennheiser 的 Ambio 商霸，我们都准备一个专门的空间给大家做试听。所以其实如果您是想要买音响，您只要跑一趟我们麦斯音响，基本上你就可以听到全球各大品牌的就是中高阶的产品了。那最后我们有一个粉丝专属的优惠活动，就是您现在只要截图，就是订阅分享我们这个 YouTube 影片，你只要截图，然后传到私讯到我们的官方 LINE 或者是我们的脸书，那我们的小编呢就会给您一个专属这个频道之友的粉丝优惠价。那同时购买成功了之后，我们会送你一条就是 Vivify 的 HDMI 2.1 的线材。之后我们也会为大家开箱更多这个三星2022年的新电视、新商霸、新产品。那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大家就是多多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那这次的影片就到这边，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在我们 YouTube 底下的留言区做询问，那或者是大家想看什么题材，下次也可以就是帮我们在底下分享这样子。那之后就期待下次的见面，下次见，拜拜。